它被堪称是美军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武装力量，它被戏称为世界第2大空军力量。它不仅是美国整体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隶属于各州政府的地方武装部队，它就是国民警卫队。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贵气。在现如今的世界格局下，虽然有40余个准军事力量是将国民警卫队一词作为国际通用名字，但是在对于这些军事武装的性质、装备、编制、任务和历史进行深入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其中也有着很多不同。而在将这些不同进行整体比较之后呢，大致就可以将世界国民警卫队分为3个种类。西班牙式具有宪兵性质的国民警卫队，美式预备性质的国民警卫队，以及个别国家近似安全部队内务部的国民警卫队。而其中的美国国民警卫队，如今在很多人的眼里都被认为是一支维持社会秩序的后备武装，其实力也就理所当然的无法与美国5大军种相提并论。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仅凭辈分这一点，国民警卫队就是美军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存在。作为美国军队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武装力量，虽然该武装力量的主要任务是以防灾应急和保护本土空域为主的，维护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但是这并不代表该部队就被定为是国民警察性质，因为国民警卫队的第一要务还是进行全球作战。美国国民警卫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30年代。1636年，亦为了应对当地土著的袭扰，各地的殖民政府便将当时已有的民兵合并为一支军队。其实最开始建立这支军队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一个州能够保持一支以公民为主体的常备武装力量，也就是民兵。但是谁也没想到，这项传统会在未来美国建立后为新民兵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可以看出，国民警卫队的历史比美国的历史还要久远。1775年，美国民兵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而如果再深究一下的话，我们就能发现，美国第一支本土武装力量其实不仅是10余个英属原殖民地民兵的延续，还造就了美国数百年的国民警卫队。1824年，纽约第11炮兵团第2营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中法国将军拉菲特侯爵手下著名的国民警卫队，遂自封为国民警卫队。而该部队的这一举动也在引起拉菲特侯爵的注意后，亲自与该营官兵逐一拥抱。国民警卫队也因此在经过联邦政府的合法授权后，成为了美国国民警卫队使用至今的名字。而在国民警卫队正式定名后的初期，其兵力规模可以说是一直多于直属于联邦政府的美军，这也就导致了在美墨战争、美国内战初期以及美西战争中，民兵可以说是美国军队的主要武装。所以在这时间的国民警卫队，相较于正规军来说，几乎是没有区别的。1903年，随着民兵法案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授权下开始正式生效，也就标志着各州的国民警卫队被正式纳入国家体系。而各州的国民警卫队也在此之后，会在平时受各州州政府领导，在战时则会在国防部的统一领导下转为现役部队，并且执行作战任务。这也使得美国军队的主要预备役力量因此诞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仅国民警卫队就在美军的参战部队中占据了40%，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国民警卫队几乎可以说是遍及各个战场。其组成的19个师在西欧、北非、太平洋和东南亚等地均有参战。而在二战结束后，国民警卫队则被一分为二，其航空部队被单独划出后，成立了空军国民警卫队，而海军国民警卫队则因为在美国宪法中规定各州在平时禁止拥有军舰，所以没能出现。但是这并不影响阿拉斯加州、加州等多个州拥有各自合法的海军民兵。当时的国民警卫队也在经过此次改编后，共下辖2个装甲师、25个步兵师以及少许小型单位。而在此后的美国数次大型战争中，国民警卫队更是不遗余力，比如共动员14万名国民警卫队参加朝鲜战争，出动了超过6万3千人参加海湾战争。此外，美国的维和宪武也有该武装的身影，其足迹遍布索马里、科索沃、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等地。1993年，出于世界形势的改变，美国开始对陆军国民警卫队的机动部队进行裁撤。该部队也在经过此次改编后，在由10个师的规模缩小到了8个师，外加15个加强旅的同时，形成了可以在90天内投入战斗的征调速度。
2005年，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分析显示，粗略估计有包括预备队在内的18万3000多名国民警卫队遍布全球，而这些人员几乎担负起了美军前线一半的战斗任务，可以说超过了美军战史里的所有记录。美国国民警卫队别称国民警卫队，是美国现役部队的预备役部队，包括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和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该武装力量不仅是美国武装力量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隶属于各州政府的地方武装部队。其中，陆军国民警卫队是美国陆军的一部分，占据了美国陆军总体战力的几乎一半，或者支援体系的几乎1/3。兵力共计44万人，现下辖10个师级部队、22个独立旅级和团级部队、2个特种部队大队以及1个侦察大队。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陆军国民警卫队的一些部队是小型的正规部队，而不是民兵。这是因为美国陆军在经历过多次改编后，将一些陆军部队成建制改立的结果。空军国民警卫队则是美国空军的一部分，兵力共计11.81万人，现下辖92个中队，装备170多架各式飞机，而且为了时刻与现役部队进行协同作战，该武装力量还配备了比如 F-15战机等先进战机。以上2种国民警卫队均由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国民警卫局统一管理，并且与国防部紧密联系。其局长军衔为4星陆军或空军上将，是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一员。如今从总体编制上来看，美国国民警卫队绝对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存在。暂且不论该部队数十万规模的兵力，仅装备方面，其陆军就装备了 M1 系列主战坦克，单兵装备更是位居世界前列。而空军国民警卫队的装备则更是令人匪夷所思。作为美国本土防空司令部的核心组成单位，因为担负着负责接管美国领空的重要任务，该部队不仅配备了 F-22和 F-35在内的各种美军主力战机，甚至还拥有着代表着美国核心科技的 B-2隐身轰炸机。所以，就单从装备上来看，该部队的空军战力已经不是一般国家所能比拟的了。该部队也因此被网友们调侃为世界第2大空军力量。除此之外，还需要说一下国民警卫队的特殊性。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美国的每个州都有着隶属于自己的警卫队，而每个州在承担警卫队军费的同时，也享有着这支武装的指挥权利，甚至连五角大楼也不能干预。所以在平时，美国总统也只能对唯一一支直属总统的国民警卫队——华盛顿特区国民警卫队行使指挥权力。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与评论区的各位一起讨论。如果想了解更多，别忘了给一个关注，要是能顺便再点个赞，就再好不过了。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